Hello， 大家好，我是麒麟。本期我们接着来看周末的女武神第8场对决，特斯拉对战别西卜。上回说到，面对别西卜那破坏力十足的震动之力，特斯拉也拿出了招牌技能等离子脉冲拳，可屡屡被别西卜不断增强的震动之力所防御住。特斯拉直接双拳合璧，使出了等离子脉冲拳双倍加持，结果却还是败在别西卜的杀招暴食之堕天使之下。双方的第一轮交手显然是特斯拉的完败，但接下来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别西卜传说是拥有双面的异形之神，一面是在干旱降下及时雨，代表丰饶的守护神，另一面则是大地的破坏者，苍蝇样貌的恶魔。对其抱有敬畏的众生将他供奉于巴尔莫拉宫。以上传闻皆出自迦南人的传承，迦南人是圣经中记载的古老民族。此刻擂台上，别西卜宛如君王般俯视着半蹲在地上的特斯拉。刚才的一番较量，明显能看出来，攻防一体的别西卜较颇为狼狈的特斯拉来说要更胜一筹。场边人类系看台上，格雷也为别西卜的强大而感到惊叹。明明用的是那么细的权杖，威力却如此恐怖。身旁的布伦希尔德解释道：“别小看那权杖，那是可以将别西卜的能力进行强化的神器。用左手挥动，能化作将天地的雷锤都能弹回的盾牌；而用右手挥动，便能化作能毁灭神之铠甲的利器，其名为阿波缪斯之杖。”格雷有点听不明白了，又是左手又是右手，到底是怎么回事？希尔德接着解释道：“别西卜的能力，恶魔之羽的颤动，其左右手拥有着不同的特性，左手负责防御，右手则负责攻击。若是将这两面不同的震动都进行强化，就能达到攻防一体的最大化。而那柄权杖的作用，就是将这震动进行强化，既可以看作武器，也可以视为防具。这样特殊的能力，正是别西卜身为双面神的具象化。它是最强之矛和最强之盾并存的神命。与此同时，擂台上特斯拉有了动作，他看着手里暗淡的电光，再仰头看向了别西卜，接着握紧拳头感叹道：“这也太棒了吧！哈哈，比起用手刀时，你那威力增强了不止1倍，看起来是那权杖起了强化震动的作用。我猜的没错吧？”被对手压了一头的特斯拉竟然还能嬉皮笑脸的，观众们是没能想到的，只有那一众科学家们才知道，特斯拉那个研究狂魔的老毛病又犯了。果然，特斯拉径直走向了别西卜，既然想让别西卜将那有趣的权杖借给他研究一下，看看其中究竟有什么原理。别西卜竖起权杖将其拦住，嘴里不客气道：“我已经没兴趣再和你胡闹了。既然你打不死我的话，那我就……”话音未落，只见特斯拉笑着摆了摆手指说道：“No， 神还真是傲慢啊！现在可能是你们的，但未来却注定属于我们。所谓的人类，是只要迈出第一步，就想要迈出第2步的生物。”别西卜脸色不爽地问道：“你到底想说什么？”只见特斯拉笑着仰起了头，张开双臂自语道：“已经快要饱和了吧？”刹那间，一股异常感令别西卜瞪大了眼，直勾勾地看向了天空。那黑云笼罩的夜空竟然闪烁着无数的电光，就宛如有滔天雷电要降临一般。而特斯拉正将双手交叉置于胸前，只见下一秒，他手臂上的线圈突然开始高速旋转起来，伴随着他的怒吼：“为人类的进化与本质而沉醉吧！”所有电光都汇聚于他手臂的线圈上，渐渐形成了一个无限光环。接着，他张开了手臂，光环渐渐放大，顷刻间便笼罩在整个擂台上空。再由光环内部延伸出无数条交叉的光线，最终形成了入网状般的结构。不只是天空，每个方向都延伸出网格，将整个擂台都封锁其中。特斯拉低着头喃喃道：“欢迎来到诸神的监狱。”这打了这么多场比赛，还是头一次出现这种大场面的技能。观众席上都是一脸震惊，看着场上这电流形成的监牢，格雷也傻眼了，揉搓着眼睛，还以为出现幻觉了。主持人也还没来得及惊叹，就见场上出现了更离谱的事情：特斯拉竟然凭空飘了起来，脚下附着着一层电光，竟然令他完成了这般神迹。场边的科学家们都激动落泪，尤其是爱迪生，泪流满面的呐喊着：“特斯拉的科学实在是太美了！”而别西卜看着特斯拉悬浮的身影，不太明白特斯拉口中的监狱是什么意思。特斯拉解释道：“在这9.63米的四方世界里，神并不是你，而是我。”擂台上绚丽无比的电流监狱，配上特斯拉的霸气发言，着实震撼了所有人。就连不知何时坐在人类方看台最顶上的大预言家诺斯特拉姆斯都来了兴趣，赞叹这科技感满满的东西可真是漂亮呢。讨论节奏很快被主持人给带动起来，纷纷在疑惑特斯拉这究竟是怎么办到的，又为何能悬浮在空中呢？场边的小孩子们喊叫着：“那是机关吗？又或者是魔法？”这时一旁的爱迪生告诉了他们答案：那既不是机关，也不是魔法，而是科学。在1943年特斯拉去世以后，他家中存放的大量未发表的研究论文不知被何人给盗走了。
有人猜测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干的，也有人说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干的。可不管如何，美苏两国所觊觎的是特斯拉所发明的超级兵器，例如世界系统、地震武器、光学武器等。而那众多研究中的其中一种，人类所一直渴望的梦想，名为反重力系统。顾名思义，便是能随意操控重力的研究。布伦希尔德耐心地向格雷解释何为反重力系统，因为在当时没有可用材料，没办法实现。但反重力系统已经在特斯拉脑子里完成了构想，直到来到天界，得到了女武神的材料，从而锻造出了超人自动机械贝塔，在战斗途中会释放电流和某种特殊粒子，被其命名为超级特斯拉粒子。当粒子达到饱和后，便会与特斯拉线圈相互反应，从而达到反重力系统的启动条件。这便是那悬空的神迹以及诸神监狱的诞生。格雷听的是半知半解，最难以理解的便是那超级特斯拉粒子。关于这点，希尔德也摊着手表示他也不清楚，唯一能理解那东西的，恐怕只有这人类史上唯一的魔法师特斯拉他自己了。擂台上，别西卜环顾着四周，根本没把这众神监狱放在眼里，甚至表示还挺适合他呢。特斯拉笑着伸出了手，回应道：“可别太自信了，就尽你的科学的特等做观摩一下吧。”话音落下的一瞬间，特斯拉竟然快到原地产生了残影，杀到了别西卜眼前。这突然杀来的上勾拳让别西卜差点没反应过来，在拳头落下的前一刻才展开了防御。爆炸声在两人之间响起，溅起了一地烟尘。特斯拉这突然加速了一拳，杀了别西卜一个措手不及。虽然是展开了防御，但还是没能完全接住。这第8场比赛开始到现在，别西卜总算是挂了彩，此前的自信模样已经消失不见。场边的阿瑞斯被特斯拉这速度也震撼到了，这真的是人类能达到的速度吗？赫尔墨斯摆了摆手解释道，其实他的速度并没有变得那么夸张，神明和人类在这一点上都一样，所谓奔跑便是不断采集地面获得向前推进的行为，而想要达到速度的极致，这过程中需要一段时间的加速。但特斯拉不一样，凭借着反重力系统飘起来后，只需要踏出一步便能达到奔跑的极致速度，也就是说他根本不需要加速的过程。一旁的阿瑞斯听的是一头雾水，倒是人类方爱迪生将其简单总结了一番，从踏出的第一步就瞬间达到速度的极致，被特斯拉叫做零距离最高速。特斯拉竖起了手指对准了别西卜，嘴里赞扬道：“反应速度还挺不错嘛。”话音落下的一瞬间，手指头就已经来到别西卜眼前，那就来试试这招如何？别西卜反应迅速，正要架起防御时，只见特斯拉再次化为残影，保持着奇怪的姿势，竟然眨眼间来到了别西卜身后。等别西卜反应过来，转过身的一刹那，特斯拉竟然又回到了原位。主持人都看傻了，这来回折返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拳头落下时，别西卜虽然勉强转过了身，但阵斗的防御还没能完全展开，再一次负伤了，脸上都被划出了一道血痕。还没完呢，特斯拉乘胜追击，又冲到了近前。这接连的负伤令别西卜有些不爽了。只见他空着的右手上突然亮起了光芒，这一次他没有选择防御，而是选择了正面硬刚。感受到异样，特斯拉果断收手，以一个惊人的下腰堪堪躲过了这一击。仰头瞄了眼那恐怖的裂痕，还好没有迎接这一下，可还保持着下腰姿势。就见别西卜双手持杖，将全场视作长矛般冲刺了过来，又是那个熟悉的动作。格雷都记得这一招曾在不久前将特斯拉打倒在地，最强之矛的突刺，暴食之堕天使。但特斯拉突然嘴角一笑，竟然保持着奇怪姿势，违背常理的往后退去，给一众人都看傻了眼。别西卜的杀招落空后，掀起了尾浪，也被特斯拉优雅的拐了个弯给躲掉了。甚至下一秒，特斯拉似乎很享受一般，转悠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别西卜身前。紧跟着，他脚步一变，周身覆盖着电流，像个陀螺一般旋转了起来。此招便是旋转强化版的等离子脉冲拳。别西卜匆忙间展开了防御，但下一秒就顶不住这旋转力量，在一声轰鸣后飞了出去。风水轮流转，这一次轮到特斯拉俯视别西卜了。场边的阿瑞斯还沉浸在刚才特斯拉的奇怪姿势上，这一点就连赫尔墨斯也没看明白。特斯拉笑着解释道，他天才的行动轨迹就连神明也无法预测，其名为特斯拉5步。这令人羞涩的命名一出口，场边的科学家们都替特斯拉感到难为情，倒是他本人似乎挺享受的样子。神明一边，宙斯两兄弟也看出了特斯拉不好对付，手里尽是一些从没见过的招式，但即便如此，对手是别西卜的话，很快就会被看穿的。擂台上，特斯拉脚步不停，展开了特斯拉5步绝美之舞。虽然名词不堪入耳，但令人眼花缭乱的步伐的确很厉害，就仿佛从不同的方向同时向别西卜发起了进攻，最后汇聚成了一记出其不意的闪电拳。可没想到还是被别西卜反应过来给躲掉了，并且抓住了特斯拉出拳的后腰，就准备给他后脑勺来个重锤。但这其实也仍在特斯拉的计划之中，正是抓住了别西卜这欲要进攻的时机，特斯拉扬起了拳头，反身便挥出了一拳。炸裂的一拳在擂台上响起了剧烈的轰鸣，这显然不是普通的一拳。
可正当女武神姐妹欢呼呐喊时，烟尘里的情况似乎不太对劲。格雷欢呼的手僵在了半空中，只见烟尘里别西卜将权杖立于身前，竟然在那一瞬间转攻为守，防住了这一拳。特斯拉舞步的确让人难以琢磨，可别西卜仍然可以仗着绝对的实力与之抗衡。这就是宙斯两人为何对别西卜这么自信的缘故，因为即便是在冥界，别西卜也是最顶尖的战斗天才。这下子特斯拉把底牌都暴露了，对别西卜来说几乎等同于拿到胜利了。但越是这么想，宙斯心里越觉得不对劲。和他俩想的一样，擂台上别西卜冷言道：“你的攻击我已经看透，不可能再打中我了。”这时特斯拉突然竖起了手指 ：“No No No， 昨天的惊叹放在今天却又不够如此。科学正是持续不断的进步，是不存在终点的。”只见特斯拉线圈上亮起了光芒，他张开双臂的同时，手上汇聚的电流似乎在连接着胸口的线圈，直到闪烁的电光将它全部笼罩，只留下一句：“好好看着吧，这便是我们人类的智慧。”话音落下的一刻，特斯拉整个身躯都光芒大涨，在别西卜眼前化作了一团耀眼的光，再然后宛如瞬间移动般出现在其身后。光芒褪去，特斯拉已经蓄势待发，挥出的双拳合璧了一击。这一次，别西卜只来得及转过头来。这一期的故事以之滔天一击为结尾，是吊足了胃口。别西卜究竟还有什么办法能反转这一击呢？整整2话内容几乎都在彰显特斯拉的华丽招式，不管是众神的监狱、旋转强化版等离子脉冲拳，还是特斯拉舞步，名字虽然有些不堪入耳，但实用性还是很厉害的。不过按照以往的剧情节奏来看，特斯拉的底牌频频暴露，下一回若不是特斯拉的回忆篇，那就该轮到别西卜的回合了。也不知道除了震动的进攻和防御能力外，别西卜还有哪些新奇的招式呢？好了，那么喜欢本期视频的，别忘了点赞加关注哦。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麒麟，我们下期再见。